这个是往复合塞式汽车空调压缩机内部的一个结构和它的一个工作过程。然后这一个是漩涡叶片压缩机的一个内部结构。这两个压缩机它里面的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汽车空调压缩机的作用和我们家里面的那个空调压缩机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来给那些制冷剂进行一个加压的。那么汽车上面的压缩机，它里面的结构是不是每一台车都长得一样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油车的空调一般都是用的这种往复合塞式的空调压缩机。你们看到的这一台压缩机就是往复合塞式的。那么这一台压缩机我们已经把这个壳体切开了，并且我们利用了一个电动机去带动它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模拟这个压缩机在运行时候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压缩机它在工作的时候，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当我们的发动机利用这根皮带在带动这个皮动轮去运转的时候，那么你们看这个皮动轮的后端会有一根轴，这个轴的后端会有一个大铁盘，这个大铁盘在跟着这根轴在运转的时候，你们看它不会笔直的运行的，它会左右摆。那么左右摆的时候，你们看这个铁盘的旁边是拉住了很多的活塞的。只要这个铁盘左右摆动，那么它转一圈，这一圈的活塞都会往复的来压缩一次，也就是说这个活塞它会往复的动。那么你们看这个位置的空间，它会变大变小。当这个压缩机转一圈的时候，这个位置会变小和变大一次。当这个位置的空间变大以后，其实就是来吸那些低温低压的制冷剂的。那么这个位置的空间，当这个盘子把这个活塞压过来变小的时候，那么这里面的那些低温低压的制冷剂就会加压了，就会压缩。那么压成那些高温高压的那些液体的制冷剂，那么通过高压管，它就会送到我们的空调冷凝器那一边去进行一个散热，那边就是一个冷凝器。那么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冷凝器的一个结构啊，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散热片。那么这个散热片就是用来散热的，那么旁边肯定有一个风扇。当这个风扇在吹这个散热器的时候，那么这些高温高压的制冷剂，它就会变成高压的一个低温的制冷剂了。那么通过了这个冷凝器的一个散热，它就会通过这一根高压管，把这些制冷剂送到我们的膨胀阀这里来。这个膨胀阀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阀门。这个阀门的通道非常小，并且孔径有很多。那么这些高压低温的制冷剂通过这个膨胀阀以后，它就会膨胀，就变成气体。这个制冷剂在变成气体的时候有一个特性，就是到了这一边以后，它的温度会变低很多。所以这些低温高压的那些液体的制冷剂，只要通过了我们膨胀阀的一个膨胀，那么到了这个蒸发箱里面以后，它的温度就会变低很多，因为它要吸热。所以这个蒸发箱里面的这些散热片，它的温度就会非常低。那么这时候我们的那些自然风在吹这个蒸发箱的时候，在通过这个蒸发箱那些散热片的时候，风的温度也会变低。所以从这边进去的那些风的温度高，经过了这个蒸发箱以后，它的温度就会变低了，那一边就是冷气了。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车就可以制冷。所以我们车这个空调压缩机制冷量和它压力的一个好坏，它能够直接决定我们空调的一个效果。我们油车上面之所以要采用这种往复合塞式压缩机的原因，就是因为合塞式的压缩机，它在工作的时候它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很稳定。所以装了这种往复合塞式空调压缩机的那些车，它的制冷效果会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一部分油车，它采用的是这种漩涡叶片的空调压缩机。那么这种漩涡叶片的压缩机一般常用于电车的日泵空调里面。那么这种压缩机在运行的时候，它的工作原理就不像这种合塞式的，它不是通过这个活塞来压缩那些制冷剂的，而是通过里面的两个叶轮，也就是通过一个动涡旋和一个静止的涡旋，来利用那些涡旋在运转的时候来挤压那些空调制冷剂，从而就可以起到一个压缩制冷剂的效果。像这种压缩机，它在运行的时候，它的优点就是它在运转的时候阻力非常小，所以一般这种漩涡的压缩机常用于排量比较小的一些车上。特别是那些电车都是采用的这种漩涡的。那这种漩涡的压缩机它的缺点呢，就是制冷量比较小，而且它在运行的时候，这个涡旋叶片也容易断掉。这种漩涡叶片式的压缩机，它在运行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一个排量的，只能够控制它的转速来实现压力和量的一个调节。而这种往复合塞式的空调压缩机，它是可以变排的。你们看，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变排阀，它可以通过这个阀门打开的频率，直接来决定这个压缩机的一个制冷量，包括它的一个压力。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阀门全部打开，让它以最大的量来进那些负量的话，那么这个活塞它会全部打到最底，也会压到最底，就是这种样子，看见没有？如果我们这时候制冷量不需要很大，
只要把这个阀门调小一点，或者说它的频率调低一点，那么这个活塞在压缩的时候，它就只有一半，看到没有？只有这么一点，所以它就会根据我们车辆所需要的一个制冷量来控制这个压缩机的一个排量。这样的话，我们就方便这个空调的一个控制了。这种压缩机它是怎么来变排量的？其实原理很简单，当我们把这个阀门的打开频率变高，或者说打开的位置变多的时候，那么制冷机进去的量变多的话，那么这一个位置可压缩的那些压力就会变大，也就相当于我拿这个螺丝刀往那一边顶是一样的。如果制冷机进来的多，那么这个压缩机往那一边顶动的量就会越多，顶动的量越多的话，那么这个活塞在往复动的行程就会越高，行程越高的话，它的压力包括它的量都会变高很多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阀门打开的次数变少的话，那么这边进来的那些制冷剂的量就会变少，所以这时候往那边顶动的一个压力也就不大了，只有一点点。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活塞它在压缩的时候行程就没有完全打开那么长了，只有这么一点点了。所以我们只要控制这个阀门打开的频率，我们就可以来决定这个压缩机的一个排量有多大。其实在实现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只要把这个水盘做成一个偏心的，然后利用一根弹簧来压住它就可以了。我们只要利用这个制冷剂往那边压，那么这个弹簧就压缩了。只要这一根弹簧被制冷剂顶过去以后，那么装在这一个位置的这个铁盘，它摆动的量就会变大。摆动的量变大了以后，那么它在带动活塞往复动的时候，形成资源就变长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实现可变排量的一个压缩机了。